小米13 Ultra 的4颗镜头很强大，而且长焦还都是大底。按道理来说，拍摄人像方面肯定是不错的，但事实却是我几乎不使用它的人像模式，用的都是它原生的长焦。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仔细的看看小米的人像模式在目前最顶级的小米旗舰上面的表现。我是云飞，马上开始。小米13 Ultra 的人像模式称之为大师镜头，分别是默认的75毫米、35毫米的人文、50毫米的悬焦、75毫米的肖像以及90毫米的柔焦。怎么说呢？焦段覆盖上面很广，但效果怎么样呢？直接给大家来上一个对比吧。我分别使用人像模式的焦段拍摄我老妈，然后使用75毫米和120毫米拍摄，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首先是灯光比较好的室内，在拍摄的预览，大家可以看到13 Ultra 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基本上都有实时的效果预览。虽然这个主体和抠像没有那么的精确，但效果还算不错。我们直接来看最终的效果，默认的是 f2.8 的光圈，这个是35毫米的人文，这个是50毫米的悬焦，75毫米的人像，然后90毫米的柔焦，这是75毫米拍的，这个是120毫米拍的。个人感觉小米的这个人像算法真的不算是很好，拿效果最好的标准来说，人物的边缘抠的还算不错，但到了头发，个人认为还有比较大的进步空间。对比同为75毫米焦段拍摄的原生的照片，发丝的这个细节都抠没了，人物的剥离效果很好，但我觉得有点太过了，而且面部这个磨皮当然效果是可以的，不错的，但少了点质感。而且除了75毫米可以调整光圈，其他的这个都不能自己后期的调整。那这个就是75毫米调的，它是可以后期调整这个光圈的。那这个是35毫米的，但是它就是不可以，除了75毫米拍的，其他的都不能调，这体验就很不统一啊，就有点割裂。这个是在光线比较良好的室内，再去光线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呢，我们再来一波，距离稍微远那么一点，光线稍微差一些，头发的边缘就更模糊了，然后这个照片的质量也是下降的比较明显。还是一样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颗光学镜头的表现。虽然背景没有那么虚，但主体是 OK 的，特别是120毫米，这个质量我是很喜欢的。综合上面的这些样片，大家应该可以知道小米人像模式是个什么水平。讲真的，表现比较一般，而且各镜头之间的功能特点居然还有差别。只有标准的人像可以后期调整 AI 计算的光圈，这个我认为是需要调整到统一。还有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点，就是这个120毫米其实有着挺不错的效果，为什么不做进去呢？感觉人像这一套东西像是直接拿12S Ultra 的来用了，并没有对13 Ultra 做详细的特定的配置，这一点从后期的光圈调整也可以看得出来。K50 Ultra 的人像模式是 F1 到 F16， 13 Ultra 也同样是，且在后期的光圈调整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调用的是75毫米的镜头，其实景深的变化真的不算大，从 F1 到 F16 真的就是很小的变化。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小米在徕卡色调以及硬件的配置上面确实是下足了功夫，但在人像这一块的调教以及人像抠图的算法、人像磨皮美颜的算法上来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希望在后期可以优化，这点蓝厂做的就是比较好的。各个焦段拍摄的照片很 OK， 而且每次的系统更新都把人像这一块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希望小米可以发挥自己的实力，在软件的算法层面也加把劲儿。小米的人像模式可以用吗？那肯定是可以使用的。那好用吗？至少目前来说，是有着一定的问题。那应该如何拍摄人像呢？我建议是使用75毫米、120毫米直接拍摄，拍摄好了直接在相册的边界面进行美颜、瘦身等处理。小米在这一块的功能还是挺多的，一套整下来的效果也都还可以，这样就是目前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案了。上面的内容其实除了120毫米还有主摄没有调用，但其实是可以调用主摄的。你点击上面的下拉菜单就会发现有一个全摄模式，点击就是调用23毫米的主摄，但就是藏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同样的，镜头的切换在2级菜单里面，我觉得也不合理。直接在拍摄界面切换，我个人觉得会比较的 OK， 也符合拍摄的习惯，你们觉得呢？小米13 Ultra 在拍摄上面无疑是很强的，我拍摄了很多我很喜欢的照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希望在人像的这个大家都会使用到的功能上面，小米可以做得更好。同时也帮助大家了解小米13 Ultra 的人像模式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些视频，记得关注或者直接订阅这个系列。我是云飞，点赞投币3连，这都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要知道，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